我可能下个世代真的不会再购买 PS6 了。我曾经是个彻头彻尾的索尼信徒，每个游戏都要买实体版供在收藏架上。遇到像怪物猎人世界这种心头好，我甚至会弄个双保险，那就是电子版0点解锁，立刻开荒。等快递把实体典藏版送来的时候，它的塑封都舍不得拆掉，原封不动的供在玻璃柜里，像是供奉什么圣物一样。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些好笑。那个时候光是看着包装盒上 PlayStation 独占的耀眼 logo， 手指抚过塑封膜的接缝处，然后再闻到那股没有开封过的游戏盘的特殊味道，我都能品尝到进入游戏前就开始疯狂分泌的多巴胺。然而近些年来 PlayStation 主机及其相关服务的价格持续飙升，我所在地区的 PS5 光驱版零售价的价格在这次涨价中已经突破了800刀的大关，最贵的那一档会员每月涨到了24刀，更不要说首发就已经卖到1200刀的 PS5 Pro 版本。你要知道，我当时买 PS4 Pro 的时候才花了519刀，这都翻了2倍还多了。我并不觉得一个简单的通货膨胀就能解释这种程度的涨价，而且 PS5 Pro 版本的定价是在关税上涨之前。我深切的怀疑我们都是在为索尼一系列失败的商业决策买单。其实我们都是在给索尼交税，而这个税的名字就叫做新民特税。虽然说我还是可以负担得起的，但如果我还是10几年前在餐馆打工的穷学生，我可能真的就玩不起游戏了。面对如此高昂的售价，我开始重新审视游戏机的性价比。如果索尼继续以这样的策略对待玩家，那么到下一个世代，我很有可能不会再选择继续购买他们家的 PS6 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9频道，我是老九，在这里我们一起剖析第9艺术的魅力。Nice。在详细评论索尼的涨价之前，我想先回忆一下曾经 PlayStation 的辉煌。在我的游戏生涯当中，最让我怀念的是索尼的 PS3 时代，那是一个充满个性与创新的黄金时期。当时虽然 Xbox 360在硬件性能、网络稳定性和部分独占游戏上表现优异，但它始终给人一种过于工业化的刻板印象，缺乏独特的品牌魅力。微软的主机从设计到系统页面都透露着标准化的美式风格，高效实用，却难以让人感受到独特的个性魅力。相比之下 PS3 从诞生之初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虽然说初期版本因其复杂的处理器构架和向下兼容使其售价偏高而饱受争议，但索尼通过后续砍掉向下兼容的 Slim 版本以及一系列顶级独占作品，成功的扭转了局面。神秘海域、战神、最后生还者这些游戏不仅在玩法上大胆创新，更是在叙事深度、角色塑造和视觉表现上树立了新的标杆，为我们玩家打造出了一个充满艺术气质和冒险精神的游戏世界。这些作品所展现的独特体验是其他平台难以企及的。可以说，战神和神秘海域系列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完美产品。奎托斯那狂暴中带着悲情的复仇之旅，德雷克幽默风趣又惊险刺激的冒险故事，每一个镜头每一段配乐都精准地戳中了我的审美点。尤其是战神3开场的奥林匹斯山之战的史诗级震撼场面，他们让波塞冬之死以开创性的第2人称展现了奎爷的愤怒。我从一个施暴者的角度变成了被施暴者的角度，从而感受到了奎爷的怒火，至今回想起来都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而战神飞升，也就是 God of War Ascension， 那个被严重低估的多人模式，硬是让我把一个刚买不久的第三方手柄从完好如新搓到遥感漂移。每次为了在竞技场里完美反击，或者抢在别人前面献祭神明，我都把手柄按得啪啪作响，结果3个月不到，左摇杆就开始不听使唤了。现在想起那段时光还是非常的怀念，虽然手柄遭了殃，但是那个融合了战神特色战斗和团队策略的多人模式确实独树一帜。这种一边躲避泰坦的随机干扰，一边和其他玩家斗智斗勇的独特乐趣，给了我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牛逼！
Nail bit。 PS3 不仅仅是游戏好玩这么简单，它主机的个性体现在了每一个细节之中。开机时那段具有辨识度的蜂鸣音效，就像是为游戏盛宴拉开序幕的仪式号角。曲线优美的机身设计更是宛如现代工业打造出的艺术。独特的十字键手柄延续了 PlayStation 的经典血脉，动态波浪的主界面背景更是散发着与众不同的气质，与 Xbox 360追求实用主义的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 Xbox 360拥有光环、战争机器等优秀的设计大作，但其整体游戏库偏向美式审美，缺乏多样性，而 PS3 则完美平衡了各类游戏类型，既有合金装备4这样的日式核心向作品，也不乏暴雨、旅途等实验性的艺术游戏，真正实现了全能娱乐平台的承诺。最令我怀念也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PS3 时代的在线服务政策。在 PS3 的年代，玩家无需订阅任何会员就能畅享使命召唤或者战神飞升的多人模式，这种开放的态度完美的诠释了索尼为了玩家的运营方针。虽然 Xbox Live 在网络稳定性上略胜一筹，但其必须订阅金会员才能联机的商业模式在当时始终存在着争议。回望 PS3 时代，索尼最令人钦佩的是它成功的平衡了艺术追求与商业发展，既保持了游戏开发商对游戏艺术的执着，又展现了国际化大厂的格局。通过独特的独占游戏、免费的在线模式和创新的功能设计，索尼赢得了全球玩家的心。PS3 时代那种勇于创新、重视玩家体验的精神，依然值得整个游戏行业的思考与借鉴。那时的 PlayStation 不仅仅是一台游戏机，正如它索尼互动娱乐的名字一样，它更是代表了一种游戏文化的革新，一种对互动娱乐可能性的不懈探索。但是近些年来，游戏行业的商业模式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也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购买主机平台的意义。曾经那些令人惊叹的独占游戏，完美的诠释了游戏作为第九艺术的独特魅力。他们既是精心打磨的艺术品，又是顶尖的娱乐产品。正是这些作品让我成为了 PlayStation 的忠实粉丝。然而，随着索尼第一方独占游戏越来越快的登陆 PC 平台，独占游戏作为主机最大卖点的价值正在快速流失。在我所在的地区，800刀已经能够组装一台性能非常不错的台式电脑，不仅能玩到绝大多数原本独占的游戏，还能享受更优惠的价格、更丰富的 MOD 选择以及完善的中文支持。而且整个主机市场的生态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随着物理媒体的逐渐淘汰，下一个世代的主机可能完全取消光驱设计，这将使玩家彻底失去二手交易和实体收藏的权利，完全受制于数字商店的定价策略与厂商的 DRM 政策。当主机服务器关闭，你会失去你对游戏的所有权，你的游戏也会跟着一起消失。在 PS5 时代，我已经被迫转向全数字版游戏，但随之而来的是对数字版游戏所有权和能否长期保存收藏的深切忧虑。此外，从 PS4 时代开始，索尼还额外增加了联机订阅费用这笔开支，而 PC 平台始终保持着免费联机的传统。这些变化都在不断的削弱主机平台的性价比优势。索尼当前的战略似乎陷入了某种困境，这家公司似乎更倾向于通过提高硬件利润率和推广订阅服务来获取收益，而非通过丰富的游戏独占阵容或改善服务质量来吸引用户。这种过度依赖硬件收入和订阅增长的模式，与 PS3、PS4 时代以优质独占内容作为核心竞争力的策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独占的优势不在，价格的劣势又开始凸显，主机平台对玩家的吸引力正在快速消退。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开始认真考虑，在下一个主机世代，我是否还有必要继续投资一个正在失去其独特价值的封闭生态系统。而且索尼现在推出的很多硬件产品不仅价格昂贵，而且功能鸡肋。我实在是不知道这家公司在推出新硬件之前是怎么做市场调研的。 PlayStation Portal 这款远程串流设备自发布以来就饱受质疑，被许多玩家称为最没有必要的索尼硬件。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将 DualSense 手柄焊在 LCD 屏幕上的组装产品，
却售价高达200美元。更尴尬的是，其核心的远程游玩功能完全可以通过现有的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搭配 PS Remote Play 应用实现，这一点让 Portal 的存在显得格外的多余。这不禁让我联想到同样市场反应冷淡的 PlayStation VR 2。这款首发售价549美元的 VR 设备，由于缺乏足够的第一方内容支持，发售后很快就被束之高阁。其实第一代的 PlayStation VR 就已经让我感觉很鸡肋了，我实在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要出一个2代，更不用说他们昂贵的外设，比如他们新出的耳机。索尼接连推出这些缺乏诚意的硬件产品，反映出其在创新方向上的迷失。当玩家可以用更便宜的方案获得相同甚至更好的体验时，购买这些专用设备的理由就显得尤为苍白。索尼对 PlayStation 5的订阅会员的涨价给出的理由是高通胀和汇率波动，但是说实话，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一波涨价就是在转移成本。索尼现在就是变着花样的从玩家的口袋里掏钱，去填因为他们的失误而挖的这些坑。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每次这些厂家搞出什么决策失误，最后买单的都是我们这种忠实用户。要我说，与其找这些蹩脚的借口，不如老老实实承认你就是想多赚钱，说不定还能赢得我们的一些尊重。展望游戏产业的未来，主机硬件的生产成本和游戏的售价可能会进一步的被推高，这种成本压力正在倒逼传统主机厂商突破固有思维，寻找新的突破口。而云游戏技术或许会成为关键的破局点，通过将计算机负荷转移到云端服务器，既能降低用户端的硬件门槛，又能实现跨设备的无缝体验。同时，订阅服务和这种模式的深度整合也将成为必然趋势。就像微软通过 XGP 构建的生态系统那样。但值得注意的是，单纯的技术创新并不足够，真正的竞争力仍将取决于内容的质量和服务的体验。索尼如果想在这场变革中保持领先地位，就必须在商业模式和用户体验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而不是简单的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毕竟在这个选择多元的年代，玩家的忠诚度正在不断的被透支，只有真正以玩家价值为核心的战略，才能够赢得未来。Later， 我曾几何时绝对是索尼的狂热拥趸，我是那种会通宵排队抢购 PS 主机和独占游戏的忠实索粉。但这些年我逐渐意识到，像索粉、认粉这类盲目忠诚的粉丝文化正在成为游戏产业发展的绊脚石。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信仰，实际上成为了纵容厂商傲慢行为的帮凶。这种粉丝文化让厂商们有恃无恐地推出半成品游戏，实施反消费者的 DRM 政策。而现在的我只会用钱包投票，而不是沦为厂商之间进行营销战争的棋子。我想在下个世代，我真的会好好考虑一下，要不要再入手 PS6 了。Anyways， 欢迎收看第9频道，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对索尼或者 PS5 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